大家好，虽然气温还很冷，但是天气冷的时候做夏天的设施比较轻松之外，也可以当作是运动啊。这位置也是地势比较高的位置，一直以来只负责帮忙整地啊。老人家就是很爱种，明明菜量足够，因为只是种来当做公关菜，一直也就完全不干预啊。而这颗茄子呢，原本用了近20颗的木棍支撑啊，近看真的哭笑不得，感觉是在让茄子做负重训练啊。因此做了修剪后，并把支撑用的木棍都拆掉，并在茄子的外围埋下酵素发酵完毕的甘蔗渣。因为这已经种了很久，但是因为冬天还持续开花长茄子啊，也就让它先暂时继续存活。而一旁过往都只是采用平面种植，翻松堆砌出菜床后，一没注意，很快就被急着种下去了。洋葱的种植方式比较特别，对水的需求也不高。虽然这位置已经比下方的菜地高很多啊，但是堆砌成菜床种植会比较容易克服连日的降雨啊。而一旁还有苋菜与大陆妹，都是采用高密度种植的方式来增加细嫩度啊。很爱种，又突然说没力气整理，就变成片头的样子啊。这种放养的方式算是自然农法执行得很彻底啊。为了增加夏日种植的便利性，因此决定将这区块做个大改造。也因为地势比较高，可以省掉一些垫高种植的麻烦了。只是这上方的立柱很不容易思考该如何利用啊。整理菜地时发生的意外插曲啊，想说隔壁小黑怎么在他家一直叫，拉近镜头观看时，才发现他家又多收编了一只小小黑啦。接着开始进入效率整地的环节，这对于刚要开辟菜地的整理也是很好用的方法啦。由于年假比较久，天气又比较冷，但是大家应该明显有感觉到，只要太阳一露脸啊，气温就回升得很快啊。因应气温越来越高的夏天，系列影片将从此区域开始面对起。这种高效率整地的方式看似累人，却会很有成就感呐。要快速整地除草，对草槽的设立有很大的帮助啊。由于这左侧下方有惯型农法的水稻田，因此靠近左侧的位置，过往就直接闲置来拉开距离啊。而现在除草的位置地势也比较低啊。遇到大雨时，水就可以往水稻田排。在进行设置堆草槽前，先清理出一小块的空间。不使用锄头的原因，是因为这杂草主要是鬼针草啊。清除鬼针草，若不想粘连的全身都是啊，这在过往的影片有特别介绍过，可以采用2阶段除草。而鬼针草特别之处呢，是因为它的茎已经有木质化，这拿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改善土壤会很有效。现在先清除的空间是要先设置堆草槽，这样可以堆放拔起的带土杂草，而这个过程也很像在做堆肥啦，只是目前堆放的会先以刚除掉的杂草为主啊。至于堆草槽可以提高效率的原因，是因为在除草后，除掉的杂草需要收纳空间之外呢，根部多少会带有一些土壤。当有堆草槽可以堆放杂草时，就可以省掉脱土的动作与时间啦。除了避免土壤流失，另外少掉脱土的动作呢，也可以避免草籽敲落的到处都是啊。
在底层先摆放杂草进行晒干多余的果皮与菜叶呢，则可以铺在上层。若是想要进行覆土，时间久了也可以变成腐殖土日后若是要直接种植的话，不需要翻松，会更为理想。而若是想要多一点的堆放空间，场地若是容许烧制草木灰，晒干后烧掉也是一种方法。反正这样做之后，日后用途可以非常广。有了堆草槽可以使用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顺利揭露在自然农法下作物的生长状况了。虽然这位置是在菜园旁，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啦，因此这里有多少作物也不甚清楚当初因为懒得做排水设施，就只帮忙垫高做成溪地，便利排水反正这位置是使用自来水管进行浇水，不会太过于劳动种植感觉就是洒洒水而已只是几乎每次都可以种成这样也算是高手而除草的过程呢，可以明显发现除草相对容易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地势比较高土壤没有湿黏的现象，就连时常踩踏的走道呢，也很容易除草这比较早种植的洋葱，明显比菜园中央区的还大洋葱种植的方式比较特别，自己种的又比进口的好吃很多这等要进行采收时，再将种植与生长过程一起进行剪辑。洋葱完全现身后，这一旁还有扦插的灯笼果，灯笼果旁的则是留种等待扦插的地瓜叶清理掉的这些杂草，大概也占满了堆草槽的空间。除草这件事，如果杂草有额外用途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在进行加宽堆草槽的宽度后，这接近棚架的前半部已经就清理完毕接着来看一下这前半部到底种了什么作物这洋葱旁的大陆妹，除了2颗是前几天从积水处移植过来，另外都是没将根部刨掉又长出来的。至于这茄子硬是挺过了寒冷的冬天只是依据新的空间规划，很快就会挖掉。这一旁还有新的种苗已经开始开花了，只是种在这个位置可能还得进行调整位置了。而这保利龙箱上的洋葱，大概就是种植不完才塞在箱子里很天才的怕积水，还用砖头进行垫高。至于这一旁的灯笼果，原本是种植在花盆里经过1年竟然还活着，就移植改采地质的方式在一旁护卫的则是修剪下的青葱底根长出来的。青葱也必须再进行生殖才有办法拉长葱柏的长度。影片最后留下的悬念呢，就是这棚架该如何处理明明这块土地是方方正正的，这柱子搭设的位置却是斜的，而如何将地势比较低的水可以容易的拉到上方来，则是还得思考解决的地方。以上分享，谢谢收看。